待南颜者返回竹林，发现满地都是道生天弟子的尸体，而激阳则虚弱坐在附近，看起来伤势很重。所幸南颜来得及时，为其采摘压制心急的灵晶草，等到激阳症状稍有缓解，天色已全然暗淡。确认激阳无恙后，南颜心中重负，终得释放。但激阳看见他手臂为采草受伤，亲自为其包扎伤口。经此一事，南颜觉得两人有了生死之交，理应情谊深厚。若在这时候提要求，会有几率成功，所以他心怀所求，特意为激阳准备铜锭火锅。借机委婉提及解咒之事，却遭激阳断然拒绝。南颜心中不悦，认为激阳未免显得过于薄情寡义，怎知激阳突然反问二人之间有何感情，令南颜一时语塞，只得找借口搪塞过去。次日清晨，激阳性情大变，喝酒吃鸡，举止诡异，引起南颜的警觉。原来阴牙未能拿到银胶珠，独自潜入养月宗，幻化成激阳模样，接近南颜，竟误打误撞被对方识破，以至于露出狐狸尾巴。穆占庭见状，迅速擒获阴牙，而南颜故意拿起匕首恐吓对方，欲探究其真实意图，不料竟被对方趁机逃脱。还未等阴牙走出养月宗，便被弗浪等人拦截。弗浪趁机借题发挥，指责南颜窝藏妖族，并动用法宝将阴牙禁锢，准备将其交给师父处置。南颜冲过来夺走法宝，与弗浪吵得不可开交，直至梦之光现身制止。梦之光二话不说就拿走法宝，表示等他查明真相再做定夺。随后梦之光独审阴牙来意，但阴牙以知晓宗主私下用珍宝阁物品抵债的秘密为筹码，要求多留养月宗数日。梦之光虽应允，却附加条件，阴牙需每日清扫宗门，可保证其安全无虞。因阴牙出身于狐族，精通幻术，刚见完梦之光，就迫不及待施展手段控制南颜，企图夺取银胶珠。关键时刻，激阳在外面养伤调息归来，先是轻易将阴牙击退门外，再是警告他解开幻术，否则将严惩不贷。阴牙虽贵为太子，但实力远在激阳之下，难成敌手，只得无奈解开幻术。激阳言辞告诫阴牙远离南颜，阴牙置若罔闻，反以柔弱之态博取南颜同情，哀声恳求收留。南雅大发善心，将阴牙留在此处，并以病愈为由，试图遣走激阳。激阳闻言愕然，坚决要求留下。目睹阴牙在南颜面前惺惺作态，心中莫名醋意涌动，一时失手伤了阴牙。南颜亲自为阴牙疗伤，好奇询问其屡次窃取银胶珠的缘由。阴牙急中生智，临时编造睹物思解的谎话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南颜也坚决拒绝将银胶珠赠予阴牙，因为此珠对他意义非凡，便劝阴牙尽早死心。阴牙转而寻求梦之光帮助，欲将激阳逐出宗门，但南颜因激阳伤势未愈，婉拒其请，反让阴牙承担宗门杂物，如施肥整理灵田，作为换取食物的条件。激阳见阴牙装伤接近南颜，错海翻波，寻机让南颜同往厨房备膳，以此隔开二人。南颜左右为难，终以保父为先，临行前叮咛二人和睦相处。阴牙与激阳表面应承，私下却恶语相向，彼此是若愁愁。看着南颜去厨房忙碌后，激阳卸下伪装，对阴牙放狠话，并亲自监督其耕作灵田。晚餐时分，阴牙私下向南颜进言，告诫他勿轻信激阳这位身份不明之人，进而提出共居一室，以防万一，却遭南颜婉拒。此时激阳回来，听闻阴牙之言，竟觉颇有道理，转而提出与阴牙同住，吓得阴牙急忙找借口推辞。南颜洞悉二人间的微妙关系，便顺水推舟，默许了他们同住的安排，心中暗自思量，或许这便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的道理啊。夜半时分，阴牙企图悄然逃离，不料被激阳施法扮了个趔趄，一腔怒火却无从发泄。南颜原以为会有一场争执，只闻寂静无声，便躲在隐蔽角落，用飞虫戏弄阴牙，心想着让他撒泼打滚几日，自会厌倦离开养月宗。激阳听到南颜的心声，
携一枕头步入南岩房中，声称欲宿其床榻之上，并俯身逼近，目光灼灼。南岩顿感羞涩难当，慌忙以男女有别为由婉拒。姬阳却笑而不语，转身从他身后取过另一枕头，眼神示意他扑于地上，直言自己身为病患，须得安寝以养伤势。南岩碍于姬阳的身份不便发作，只能满肚子委屈打了地铺。可到了后半夜，他像是想到什么，急忙起身趴在姬阳床边，笑靥如花地恳求解除咒术。南岩言辞恳切，怎奈姬阳坚决不允。第二天早上，南岩惊见姬阳面色惨白，昏迷不醒，细查之下，发现其体内有天竺萤火游窜。为救姬阳呢，南岩忍痛割爱，牺牲了自己的歇宠香香，心中悲痛欲绝，却未露分毫，独自前往树下为香香立种。那姬阳目睹此景，心中愧疚难当，欲加慰藉，却不善言辞，终是拿起刻刀，笨拙地雕刻起香香的木雕，希望能以此稍稍慰藉南岩的哀伤之心。因南岩心情不佳，所知膳食索然无味，然姬阳仍勉力品尝数口，更对阴牙施以压力，令其将碗中饭菜一扫而空。吃过饭后呢，姬阳立于香香墓前，忆及幼时宠物离世之痛，世尊赠以木雕，以慰思念之苦。反观穆占庭，则有意遣阴牙里养月宗，可阴牙知道的事情太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从穆占庭本人嘴里泄露出去，所以南岩就让阴牙继续留在这里。穆占庭心生不悦，对阴牙愈发不满，视之碍眼。迭婉暗自立誓，誓不轻饶帝君少仓，遂密令手下探查少仓与南岩之关系。不久，南岩、阴牙、穆占庭三人突遭神秘黑雾袭击，待阴牙苏醒，已身处迭婉巢穴之中。阴牙凭借机智巧舌，意外获悉姬阳实为道生天帝君，且与迭婉结怨已久。如此一来，阴牙与穆占庭就成为迭婉的诱饵，意在诱捕南岩，夺取其身上的银胶珠。只要有了这等偃息闭气的珠子，便可自由穿梭而不露行迹。另一边呢，姬阳携香香木雕归寻南岩，发现南岩他们竟消失不见，情急之下，当即催动灵犀印寻找南岩的下落。迭婉与阴牙合谋，设局捕获阴牙与穆占庭，以此要挟南岩交出银胶珠，否则二人性命难保。南岩心急火燎，急忙解下银胶珠递与迭婉，同时暗中施毒，企图反击。迭婉大怒，不仅重伤了穆占庭与阴牙，更意外触发七福造业书，导致南雅失控，一击重创迭婉。因为南雅无法驾驭这股力量，迭婉见状决定趁虚而入，欲消除南雅体内的克魔功法，以绝魔族后患。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姬阳及时赶到迭婉巢穴，一剑穿心，迭婉瞬间化为乌有，危机得以解除。然而迭婉已被符灵所控，对姬阳视若无睹，额间红印闪烁，腰也异常，眼中满溢恨意，令人心悸。姬阳竭力压制力量，南岩则奋力挣扎，双方激战，最终南岩不敌，被姬阳拥入怀中。待他神智恢复呢，只见姬阳已为他重新戴上银胶珠。回到养月宗后，穆占庭蹲在地上望天嗤笑，回想起昏迷中隐约看到姬阳英姿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寻觅已久的帝君少仓竟是身边之人。一方面穆占庭欣喜这么快见到偶像，一方面又气愤南岩有意隐瞒，心情极其复杂。南岩对姬阳的救命之恩心怀感激，即便姬阳常以戏谑之态吓唬他，但他坦诚相告那日竹林所见看似一地尸体，实则姬阳不忍伤害同门，故将众人击晕而非杀害。所以南岩更坚信夺命咒不过虚张声势，姬阳背负的弑杀之名实为不实之词，外界谣传皆出于恶意诽谤。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南岩逐渐洞察姬阳本质良善，遂倾吐心声，坦言自己虽不能直接助他洗清冤屈，却愿与他并肩作战，无条件信任与支持。姬阳表面淡然，内心却深受触动，特以亲手雕刻的香木赠与南岩以作纪念。南岩满心欢喜地拥抱着他，这份突如其来的亲密让姬阳一时愣住。当晚南岩借铜鼎火锅之宴，巧妙布局，意图探究阴牙与迭婉之间是否存在勾结，
特别是关于银胶珠的秘密。阴牙一番矢口否认，装腔作势，楚楚可怜，使得南岩暂且按下疑虑，未再深究。饭桌上，南岩郑重声明，四人已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，务必为激昂的身份保密。另一边，孟之光自获得9张雀数后，视若珍宝，信心倍增，兴冲冲地邀南饶等人搓麻将，岂料最终仍败下阵来。正当孟之光满腹狐疑之际，南饶悄然传音解释，那9张雀数竟是他闲暇之余匿名所创，对付旁人或许能略占上风，可是用在自己身上啊，自然难以奏效呀。穆广寒突至养月宗探望爱子，穆占庭灵机一动，谎称激昂等人为诗社同好，并即兴赋诗一首，令穆广寒倍感欣慰，遂放宽了对儿子兴趣爱好的限制。穆占庭激动之余，竟至喜极而泣，随后突然昏倒。原来阴牙暗中在铜鼎火锅中加入致幻蘑菇，意图借此机会行事，可他的伎俩在南岩面前无所遁形，因南岩精通药理，对毒物了如指掌。面对南岩的质问，阴牙坦白了自己欲入会谷深处，寻觅七符造业书，需借银胶珠之力隐匿行踪，躲避阴柱的追杀。闻听七符造业书之名，南岩心中一动，推测激扬此行亦是为了此书而来。一番交谈后，南岩得知阴牙欲靠七符之力破除封妖大阵，解救族人于水火之中。因阴牙的遭遇与己有几分相似，南岩怒气顿消，并承诺若他日真有救人之时，愿将银胶珠借予一用。南岩将昏迷不醒的激昂扶至床上，心中暗自赞叹其俊美容颜。殊不知激昂竟是装昏，将南岩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因为穆占庭中了蘑菇毒，所以阴牙先把他扶回房间。激昂瞧着南岩陷入熟睡，便亲自将其抱到床上，紧接就去找阴牙算账。事实上，激昂早就察觉铜鼎火锅有问题，故意装作昏迷，听了阴牙和南岩的对话，嘲讽他就凭自己也想拿到七符造业书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此话一出，阴牙意识到激昂同为此书而来，但他并未气馁，只因会谷深处危机四伏，能否拿到七符造业书权看运气，何况南岩答应会借银胶珠。激昂没有理会阴牙的狂妄自大，警告他待在养月宗就夹起尾巴做人。次日，穆占庭气呼呼来找阴牙，拆穿他早就知晓蘑菇有毒，对于他的解释完全不信。阴牙自知骗不过穆占庭，不得不跟他商量如何翻篇。穆占庭表示想要原谅他可以，但是呢，他要答应自己一个条件。由于南岩在蝶丸老巢失控源于体内的符灵力量，所以激昂为了南岩着想决定教导他修炼灵力，提高修为，对于他日后淬毒炼丹有很大帮助。南岩听后心动，愿与激昂共同练功，奈何他基础太差，学习过程比较困难，便问激昂是否有速成之法。激昂直言速成有3种，前2种是传功和逆道，最后一种犹豫片刻才透露是双修。南岩故意戏弄激昂，提出要跟他双修，令激昂非常无语，当即转身遁走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南岩有激昂监督修炼，境界迅速提升至结丹。南岩得意自己天赋异禀，却被激昂提醒切莫太得意，尽管他目前修为尚可，但要记得藏拙，以免节外生枝啊。为了庆祝提升境界，南岩向激昂告假一天，拉着他下山逛方士，甜蜜半日，被店小二当成夫妻。南岩购买很多草药，为入会谷做准备，更是对布袋戏产生兴趣，主动给激昂表演一番，看得激昂很是开心，后知后觉自己有些心动，找借口先回山上。穆占庭让阴牙当诗社的吉祥物，以吸引更多新人加入，那阴牙碍于有把柄在对方手上，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。果不其然，短短1日吸引众多报名者，对着阴牙上下其手，令阴牙非常不满。见此情形，穆占庭心满意足，终使阴牙体会到自己的痛苦，一时说漏嘴，透露出他本意是让阴牙出丑，根本没有内心人的想法。通过这件事情呢，穆占庭算是出了口气，关于昨晚蘑菇中毒之事算是一笔勾销。
等到了晚上，南岩拎着篮子来找娘亲，母女俩聊着天，提及最近的事情。南饶调侃南岩与姬阳的关系，南岩恍然大悟，原来娘亲从始至终都心知肚明。在南饶的点拨下，南岩忽然明白自己不知不觉中喜欢了姬阳，忍不住面带羞涩的挽回应着娘亲的问题，尚未察觉到娘亲的异样。临分开之时，南饶告诉南岩过2日来一趟，他会亲口讲述酿酒的故事。随后南岩回到房间，没想到姬阳突然打了地铺，而姬阳给出解释是床铺太硬睡不着。正当南岩满腹疑虑，摸到被褥下面温热，便感慨有人在自己回来之前暖了床，说完就将被褥盖在姬阳身上，用手捂住他被冻红的耳朵。那另一边，朱随寻找姬阳下落无果，迁怒众弟子办事不力。忽然有一枚飞镖直插在旁边，附带一张纸条透露帝君少仓就在养月宗。虽不知道消息的真伪，但朱随还是选择带人前往养月宗搜查。南岩得知朱随携匿名举报信来养月宗，便安排姬阳躲进会谷，并将银胶珠送给对方隐藏行踪。原本姬阳不想离开，但南岩十分坚持，表示他若留下必定会被发现，届时也会连累养月宗被罚。穆占庭再次胡搅蛮缠，阻拦朱随搜查。朱随怀疑柜子里藏人，执意打开，结果发现玄载的丑画像，气得他浑身发抖，当场烧了这幅画，带人扬长离去。莫行征他们在南岩居所发现疑似少仓的字迹，终在林子里找到南岩，而南岩伶牙俐齿，对得他们无言以对。随后道生天将全体弟子召集在广场，广而告知少仓藏匿此处，有知情者上报可得奖赏，如若知情不报者，整个养月宗都要陪葬。弗浪想起自己之前被神秘力量袭击，猜测是与少仓有关。朱随见弗浪面露异样，逼问他关于少仓的下落，但弗浪对此毫不知情。因穆占庭见不惯道生天的人，主动站出来澄清自己才是模仿少仓字迹的人，当众写了姬阳2字以证明所言无虚。同样，南岩解释自己来养月宗是为医治娘亲救急，所以抓了一位名叫姬阳的药人，今日他并不在宗门内，极有可能刚下山。然而朱随完全不信二人说辞，拿出画像质问南岩是否见过此人，甚至想要用问心雷拷问，气得穆占庭立马与朱随动起手来，最终被朱随偷袭并禁锢。南岩依旧否认见过少仓，朱随施法降下雷电极刑，导致其身负重伤。反观姬阳猜到阴牙就是告密者，勃然大怒，欲将他教训一番，忽然感知问心雷的存在，意识到南岩遭遇不妙。随后呢，姬阳匆忙赶回宗门，躲在暗处替南岩抵挡致命一击，并动用法术将问心雷转移，伤及朱随，使朱随受伤倒地。朱随恼羞成怒，大声警告姬阳尽快出来，不然他就会再次对南岩动手。此刻梦之光正在别处搓麻将，当他看到远处乌云雷鸣阵阵，脸色一变，即刻返回养月宗，阻止姬阳大开杀戒，告诉他一旦开了这个头，以后恐会覆水难收。梦之光召唤阴牙，带着他出现在朱随面前，示意让阴牙认下姬阳的身份。朱随确实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姬阳就是少仓，生气要将阴牙带走，但被梦之光拦下。梦之光表示自己作为一宗之主，如果收个灵宠都要向道生天汇报，以后5州上下都会闹得人心惶惶，何况妖族被囚禁数百年。像他这种小妖犹如蝼蚁，道生天应以德服人，不该赶尽杀绝。待朱随一行人愤然离去，梦之光差点腿软倒地，一想到会得罪到升天就有些后怕。好在南岩并无大碍，梦之光觉得有些蹊跷，按理南岩连引气入体都没学会，可现在居然已经达到结丹境界，正因如此才没能让问心雷伤及根本，只需休养数日便可。姬阳感谢梦之光今日维护，深知一切全都源于自己，承诺会自行离开，从此不再踏入养月宗半步。为此，姬阳将银胶珠重新戴在南岩脖子上，并留下一张纸条就出了门。阴牙愧疚自己连累南岩受伤，亲自为其治疗，可等他刚要离开就被姬阳带走，彻底确认他就是告密者，决定要杀了这个叛徒。
以免给南岩带来威胁。